主上，新川来的一行人已经进宫。进宫了又如何？姑的妹妹不想回去就不回去。姐姐，但现在事态严重了，新川主派了2个儿子过来，我要是再不肯回去，那不是把你架在火上烤吗？什么九川和盟，就是牺牲女子来维持关系。姑已经决定了，3年后所有丹川女子都不参加选拔。姑护得住他们，还护不住你吗？姐姐，丹川屡遭水患，我就算再不懂事，我也知道，这个时候正是需要新川帮助的时候。3年啊，时间太长了，咱不能现在就跟新川对上啊。丹川再弱，也有九川最强的水师。无论如何，新川也要忌惮3分。你不用管这些，只问自己情愿不情愿。你若不愿意，就算那新川主亲自来了，姑也护得住。不是，我坐哪儿啊？你总不能让我坐那个位置吧？那应该是你们川主坐的吧？不是，我总不能站在这儿吧？我连个座都不配有吗？你们这太欺负人了吧！丹川主到。各位远道而来，不必拘泥，坐吧。给这位也找个座吧。今日诸位舟车劳顿，我们准备了丹川的火锅，请大家品尝，请慢用。不是，他们都是鸳鸯锅，为何我偏偏就是这个呀？五少主乃我丹川女婿，自然要入乡随俗了。姑特地命人准备了静儿最爱的牛油果，请少主品尝。这些菜只是看起来可怕，其实挺好吃的。可能丹川主就想考验一下五少主，你不要太担心啊。这第一道鱼目，最适合有眼无珠者食之。这不难吃。第2道黄喉，乃牛的心管，在我丹川，负心薄幸者有如此牛。嗯。姑看这些菜很合少主口味，给少主最后一道。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这是猪脑花。若丹川女婿博待夫人，我们也不介意试试人的。既然丹川主让我们回来等消息，你就别担心了。今晚还是我睡榻上吧，你是东家，
没有伙计让东家睡榻上的道理。好像也没有伙计跟东家睡一间房的吧？这不是五少主在吗？还是睡一间房比较周全，万一传出去，惹麻烦就不好。好了，还是我睡吧。还是我睡吧。明日还得进宫，看丹川主的态度不太好应付，有的周旋。你好好休息。丹川是九川之中唯一有夜市的，你要不要去逛逛？好啊。哦，老王，哎呀，人家，哎呦，去，我也去，哎呀，哎，走吧。你要是不舒服就早点休息吧。老六，听我说，哥哥说一句是这样，我是这么分析的啊。你说咱们日子过得这么苦，咱们应该趁活着的时候好好玩一玩，明天不知道发生什么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我都已经拉空了，再拉我怕我饿死在茅房，太丢人了。吃点东西，李贝，走，对吧？要拉也得有东西啊，走。哎呦，喝，哎呀。好多人呢。你可以开走了。还行。大肉串啊！肉串了，哎！来，他猪蹄子要不要？啊，老板多来份猪蹄。好嘞，来一个大猪蹄子。哎，您放好，哎，慢点啊，哎。吴少主，你要不要来一个？来了。啊！我去到茅房了，你们转转等等我。哎呀，让一下。谢谢老板。吃好再来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水果冰粉味道好得很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水果冰粉味道好得很。哎，你们要点什么？老板，我要一份桂圆冰粉，然后几个橘子。嗨，曲干随便尝。你要吗？哎，这位兄台，你怎么能让夫人给你剥橘子呢？就是啊，这身为赘婿，让夫人给你剥橘子，简直是耻辱。你误会了，他不是。不是什么不是？好好看着，我给你露一手，怎么疼夫人的？学着点儿，好看着。老板，给刀一用。哎，请便。果盘来喽！看着没？夫人，请慢用。哎，这也太精致了吧！你喜欢？你夫人一看就很喜欢呀，还不赶快学上一学？对呀，这都是最基本的技能，这个都不会，怎么讨着老婆？我来丹川这么久，还从未见过你这么差劲的赘婿。真的是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做赘婿，还不给夫人削个苹果啊？这么点东西不懂吗？各位，多谢你们教导我家赘婿了。我们现在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哎，不是。少主，刚才是我僭越了，我不该说您是赘婿，您不要见怪啊。他们虽然说话难听，但却是真的疼爱夫人。要是相爱的话，
好像当赘婿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如果不想爱的话，就算是黄命，也是难将就的。我变脸哎！南风邂逅云露，月光轻唤红烛。目之所及，不过寻常一幕。为何心有恍惚？为何又踌躇？怕你从我眉目看穿幸福。语不尽，言不无，心生几分情愫。话不满，情不露，何处倾诉？眼眸中所述。此时已千言化为风，万年散为雾，望斜斜为数。你我心若相知，又何须再多笔触？万千思绪不知归途，情深无觅处，心意无旁骛。唯愿二人一心散，残四季共度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你的身子你还逞强？哎呀，这就上文你说的变脸吗？太热闹了。我去前面等他。啊？干嘛去？哎，呀，好。丹川主敕令：丹川女婿以其满腹污秽，口无遮拦，十恶不赦，须经夫宫考教，方能得见郡主。酌请即刻入宫。哎，敢问女官大人，什么叫夫宫考教？哎，对，那是啥玩意儿啊？啊？我们有夫容、夫颜、夫德、夫宫4项来考评男子的德行。夫容顾名思义就是指容貌，武少主明显不成，又在夫颜、夫德上令人失望。如今唯有夫宫1项尚能挽回，这夫宫首项便是赢牌。丹川男子若不能在牌桌上赢钱，便算不得是有本事的男人。吴少主，请吧。子墨，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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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3位，破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打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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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毁牌，牌品不行。南边，高，呀，不会算牌，脑子不行。发兵，要不要啊？磨磨唧唧的。要这个。确定？我想想，我再看看，临场点炮，人品不行；牌桌犹豫，格局不行。你这牌凑不成，该打7对的。他们这是在替他
1万。8万。4饼。9万。5万。5万。9万。3条。1饼。7饼。7饼。5饼。3条。4饼。7饼。7饼。8条。7条。3条。9万。1万。5条。4饼。有机。我知道。救命！哎，我糊了！我起脚墩啊，自摸糊了，都得给啊！快给我吧，3家都给啊！哎呦，见到回头钱了！那是六少主尹征。是。如何伺候好夫人，也是我丹川赘婿的必备夫功。才儿则是伺候夫人的重要技能。坚持，老苏，坚持。苏珊，老苏，苏总管，少主喊你呢。啊！各位姑娘若是喜欢，日后常来我丹川享受便是。你说啥呢？哦，好。啊？月钱没了。啊，他手法不行，是吧？嗯。五少主可小心着点儿。从前有人采耳时弄疼了我可是打了他半年都没下得来床。这样的都。啊？吴少主，你与他们几位一同制作辣椒油，让郡主盲选，若选中了你的，便可与他见一面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本身就有气管炎，我上次炒个辣子差点没把肺咳出来，你这分明就是为难我。你们新川假借合盟名义，取走我们郡主，又不好生待她，这才是在为难我。此事是我们的不是，我们接受哈。行，只要你们川主能消气，我接受。到现在，你们想的还只是让川主消气，可真是活不明白。这什么意思呀？快点吧，他们都走了。快！我明白了，适才那位女官说我们活得不明白，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只想着完成任务，讨丹川主的欢心。但我们来到这里，是让静静回心转意的。吴少主，你将心比心想一下，虽然你不怎么喜欢丹川，但这里是静静的家，这里以女子为尊，她在丹川活得逍遥自在的。可是去了新川，就只有她一个人了，每日与她相处的也只有你。可是你待她好，却只是为了纳妾，她能不伤心吗？其实他们也并非是要折磨你，只是想告诉你丹川女子是如何生活的。你想啊，你在这里不自在，那上官静在新川不也是一样的？这5份辣椒油，还请郡主品鉴。辣子馅的。你既已知道哪一份是他做的，也同样意味着你可以不选那一份。
丹川主敕令，虽则言明郡主点中新川五少主所之料品，责令夫妻2人相见。今郡主却已责定五少主，然贵川少主德行有亏，川主特收回成命。不是你们这就耍我呀！哼，五少主，姑就是耍你了。你本心有所属，自己不知争取，竟然在中秋之夜对姑的妹妹曲意逢迎，她如此高兴，你竟然是在耍她。就为了那个妾填补内心空虚，你就这么耍姑的妹妹，姑自然要让你尝尝同样的滋味。丹川主，这可是敕令要给我们新川主过目的，你如此儿戏，是要让我穿难堪吗？六少主，你我都心知肚明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若上升到两川层面，你以为我丹川会怕吗？丹川主慎言，我川对贵川的重视，你也都看到了。但如此出尔反尔，这可不是一川之主所为。哼，你们以为的一川之主是可以为他人牺牲自己人的利益，而我丹川绝不是如此。护不住自己人，便不配做这一川之主。那丹川主的意思是，想让我五哥和郡主和离？若五少主并非是能让舍妹开怀之人，和离或许对谁都好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祖宗，他别这样行不行？哎呀，您自己做事小人拦不住，您不能连累我们家少主完不成任务啊！你放心，我绝不连累六弟，你就跟他们说我离家出走了，你让主人通缉我去吧。怎么就通缉你？您别，去，不是去躲开！哎呀，哎呀，五少主快走啊！不对，五少主，你也不能这么不管不顾的呀。你走了，别人怎么办啊？那我怎么办呀？我怎么办呀？你丹川主再这么折腾下去，我活不明白了，我呀！少主，您得这么想啊！你说您这一走，这两川肯定就闹不和了，那闹不和就很有可能就打起来。只要真打起来，那您就是千古流芳了呀！哎，行了，打不打仗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哥，我支持你吧。我刘王，你前脚跑，我后脚把你撞下关，也算是给弟弟铺路，但有可能会被傅铁打断双腿。但你走不了的路，弟弟帮你走，也不妨碍你纳妾。你现在就跑，这腿的。五少主，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还不懂事儿呢？到底为什么来到这儿呢？你贵为少主，不是更应该为两川之间的和平着想吗？我知道你跟上官没感情，我也不喜欢六少主啊，还不是为了季川留在这儿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配不上您，您也看不上我，真是委屈您了。说哪儿去了？我的事儿怎么弄啊？我没有顾虑，他没有顾虑，说到底还是为了想出口气。我们列一个字据，直接找丹川主谈一谈，字据写得诚恳一点，要打要罚都认了吧，这样或许还有救。你行吗？这样。主上，新川六少主求见。丹川主，六少主有话，不妨直说。这门婚事是两川合盟的凭据，因为郡主撑腰，无非是想让他回到新川以后好过一些。但在下斗胆揣测，
丹川主不满百年合盟久矣，也想借此机会向新川示威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每3年九川大选，丹川多找借口推诿，唯有遭遇洪涝天灾，需新川施予援手之时，才会忍痛将适龄女子下来。丹川对女子一视同仁，不忍让平民百姓受苦，而这份责任往往就落在了丹川主您家人的身上。没错，轻视女子之地，视女子为物，用以交换、牺牲、抵押。我丹川绝不是如此。何况此次是武少主的行为折辱了我丹川的颜面。就算姑答应让静儿回去，恐怕姑的水师也不会答应。丹川遭遇洪涝，幸得新川施予援手，而其余7川亦仰赖新川。这一旦引战，丹川恐孤立无援呀。你威胁姑？在下不敢。但你我都清楚，和平对所有人都有好处。这百年合盟，不可撼动。我只是想和丹川主做个交易。交易？什么交易？以婚约立定合盟的规矩不是不可更改，现在不是时机，以后却未必。我愿给丹川主一个承诺：若有在下说话的一日，必定会革新这不合理的和亲旧制。六少主很善纵横之道啊。不过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始终是新川的少主，难道还会为我丹川考虑不成？不单是为了丹川，而是为了九川。和亲往往强人所难，与其成为怨侣，倒不如以利为凭。如今外川重伤，以生意为纽，难道不比婚姻更加可靠？时移，新川若一味守旧，就枉称新川。六少主，姑没想到，你竟敢在丹川如此直言不讳。我与丹川主本就不谋而合，直言又何妨？此外，若郡主肯回新川的话，我们一定会约束五个，不会让他再受薄待。在下言尽于此，还请丹川主思量。午后，姑会与舍妹在教场演习射艺，教导兵丁。多谢丹川主。没想到他这么厉害。经验吧，是不是很后悔以前没好好对他？我就感叹，以前他打我大概只用了30%功力，不然我现在估计坟头都长草了。射得真不错，上官，不是上官，上官，跟我说，上官，我好不容易来的，上官，哎，上官，哎呀，上官呐，你这听我说一句吧，你说我过来好不容易才见到你，我都已经立字据保证我永不纳妾了，你就原谅我这回行不行？不知道我为了见你，我过路过这四将，那些东西我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我全都去弄了，我怎么站住！我都没有回。
我想，哎呀，该这么解释这玩意儿？哎呀，哎呀，姐姐，你别这么吓他，他不惊吓的。静静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放心吧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你过不过分啊？我就是来见见他，怎么？你还想要我性命不成吗？我丹川的郡主，岂是你想见就见的？除非你经过我们的考验，来呀，比射艺。啊？若你赢了他，就让舍妹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怎么，不敢吗？他敢。我敢什么？我不会呀。不会学啊？学什么？我现在来得及吗？不如由我带兄长，比试如何？此事与你何干呢？怎么没有关系？我俩一奶同胞，血浓于水。我五哥确实不善射艺，即便您的女官赢了，这也胜之不武。好，既然六少主下场，就让姑亲自与你比试一番。请指教。但要射船靶。哎，这就是船靶呀！那这么近射，我觉得我也行，我来。谁说要睁着眼睛射箭了？啊？玉佩下面系有铃铛，听音辨位。还是你来吧。你行，你来吧。不是，这舒服什么你我呀？都什么时候了？我相信你吧，加油！六少主，承让。哎呀！六少主，请吧。别紧张，输了就是输了。六少主可要愿赌服输啊！等一等，怎么会？六少主的箭射中玉心。六少主，是姑输了。丹川主承让，那可否给我五哥一个机会？
姑自有安排。小乖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呀你啊？你这肯定是背着我偷偷练的，我没上的骑车课全让你上了，是不是？你自己不努力还怪我？恭喜少主！还有一套了啊！走。来，多吃一点儿。哎呦，这个豆腐好好吃啊！还吃得惯吗？辣吗？觉得？有一点点，但是能接受。你这个手真的没事了吗？没事。其实我现在有点矛盾，我这次来，本来是想劝你回去的，但作为朋友，我还是希望你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。虽然你姐姐说六少主赢了的话，就让你给五少主一个机会，但他又不是第一次出尔反尔了。如果你实在是很勉强，仿佛听见有人在议论姑。丹川主，不必拘礼了，坐吧。姑听静儿说，你是她在新川的第一位朋友，姑要多谢你。吃吧。这牛肉特别好吃。其实我这次来丹川感觉特别好，特别亲切，像回到我家季川一样。在我们季川是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伴侣，只不过我爹爹官太小了，我只能被迫嫁到新川。被迫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本不愿嫁给六少主？当然，谁愿意嫁给一个自己不了解的人呢？哎，那所以我们是……哎，是，咱俩都一样，婚姻不过是一场营生。那姑可以下旨，让你留在我们丹川招赘。这个主意好哎，我们2个人至少有一个可以脱离苦海啊，是不是？六少主这个人还是蛮好的，我俩相处的像朋友一样，而且他从来不勉强我们俩做夫妻，所以我过得挺好的，多谢丹川主的好意。快吃吧。哎，上官英怎么说呀？他还是没说愿意。不是咱们不都过关了吗？老六射箭不都赢了吗？怎么还不行啊？怎么这样呢？这帮人呢？吴少主，如果你只是因为新川主的命令才想带他回去的话，对他也很不公平。你应该问问自己的意愿，愿不愿意和他继续过日子。我在我们丹川啊，我们会一起吃火锅、打马吊，可开心了。虽然我们丹川是女子主家，但是我们生活过得非常安逸，根本就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可怕。我也没不愿意啊。哎呀，有点热，这个房间，我出去透透气儿啊。你们聊着，太热了，燥热。其实五少主和上官还是很有可能的嘛。哼。我们六少主射艺这么厉害呢，我都不知道。你书拿反了，根本就没有在看书。哎呀，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，让你生气了？如果不相爱的话，就算是皇命也是难将就的。我也不喜欢六少主，还不是为了季川留在这儿了。六啊，马六，哎，丹川工人又来了，赶紧看看去吧。来了啊！丹川主敕令：若两川合盟，并以婚约为凭，则呈请新川六少主入赘丹川，嫁与丹川主，成两川100年之好。什么玩意儿啊？
跟你说，5、6我还是认识的啊。不是，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？丹川主，姑要与你成婚，六少主很意外吗？丹川需要新川帮扶，新川需要丹川联姻，这才有了五少主与静儿的孽缘。但如今，静儿不愿意了，那就由姑来完成两川的联姻，不也算圆满吗？婚书已经拟好，若六少主愿意，姑即刻命人将这婚书发往新川。订婚的这道旨意一旦发往新川，父亲定然会舍弃你的。丹川主，恕在下愚笨，实在不明白您这是何用意。真没想到啊！姑第一次与人剖白心意，对方竟然全然不信。但六少主，姑所说的全都是真心的。谢丹川主赏识，但在下已然成婚，这不便背弃妻子。可姑听李姑娘说，你同五少主与静儿一样，是被迫成婚，毫无感情，而且她根本就不喜欢你呀。姑的指令，既能保全和亲，又能让李姑娘与静儿两段孽缘得以善终。哼，这岂非佳话呀？我们虽是奉旨成婚，但我却是真心喜欢李薇。他若不喜欢我，也不勉强。但还请丹川主勿强人所难。我也是，刚才知晓六少主的心意。六少主这个人还挺好的，我们俩可以试着相处。我不想就这么和六少主分开，请丹川主高抬贵手。姐姐，莫要拆散他们了。姐姐，你现在把他们分开，六少主跟李薇都不会开心的。现在闹一闹过了，就让我同五少主一起回去吧。原本我就不应该这么任性的跑回来的。静儿，姑知道你记挂两川同盟，可若你不愿，我愿意的，姐姐。五少主人也不坏，虽然长得一般，又蠢又笨，脾气也不好，毛毛躁躁的，不温柔也不体贴，体格也不行，连我都打不过。哎，那个，能快说到那个但是了。但是，他算个好人。什么叫算是个好人呢？总之，日子是过得下去的，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。而且，我还挺喜欢新川的，在那边有李薇这些朋友们，所以姐姐，别为难他们。姑明白了。吴少主，姑的妹妹从前是很爱笑的，可不知怎的，去了一趟你们新川，姑就再也没见她高兴过了。若吴少主是能让静儿开怀大笑之人，那姑就准许你带静儿回去。开怀大笑，开怀大笑还得。
哎，这怎么样才能让上官静高兴呢？嗯，是不是他们不是还没签够吗？你们俩啊？我虽然这么说，但我知道，不用解释了。六少主是不想当赘婿，所以才说喜欢我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自作多情的。你怎么了？你胃疼啊？也没让你吃辣的呀。家老六啊，一向是不动声色的，不过你也真行，真能把他气到胃疼啊！哎，我来吧，哎，你来。哎呀，疼不疼啊？哥给你护护啊！你别碰！这真的假的呀？你是不是就故意要引起我的注意啊？你误啊！陆少主，你这是一整没睡啊？哎，你就算把自己给熬没了，也无济于事。你说说这怎么才能让上官静笑呢？他天生就是个臭脸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陆少主可别这么说他，他在内院书堂挺爱烧的。不是，哎，陆少主去哪儿啊？单纯那么多会哄老婆男人，我取取经。哎，我跟你一起。哎，住！哎呀，滕师傅，哎呀，你这个样子学个什么？给我抬起来，先挺起来。这就是你想的法子，学变脸。鲁少主说静静喜欢变脸，投其所好。你这学得会吗？他都说了，学不会就吃2碗辣椒面。这么大的决心，应该这个样子学个什么？站住！是本来就奔进去大院奔了。站住！还啥呀？打死人不是这学不了，这学不了。我跟你说，哎呀，鲁少主啊，你没事吧？少主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打死人了，还不行，这是打死人的。我跟你说，咱得回去。你看这我手打的，这学不了这东西。师傅，你可不能打我兄弟，你这人怎么？哎，你怎么？你什么玩意儿？少主，哎，吴少主，你再坚持坚持啊！没有啊，没学会咱回不了新川的。吴少，你别你，唉，其实我是很能理解静静不愿意跟我们回去的，毕竟新川总是没有单纯自在。嗯？我在济川总统礼堂玩这个，我可厉害了，从来没输过。你很想家吗？当然了。那等我们约定到期，你回去有什么打算？可能会嫁人，像我爹娘一样过日子。那个人会做好多好吃的。遇到困难呢，我们会互帮互助，互相商量，永远不会丢下对方。希望那是一个我喜欢也喜欢我的人。
我跟您说，武少主为您学了真的好久，师傅打了他多少顿，他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，可辛苦了。您就看看吧，就1年就1年。是啊，来坐。对呀，都说了我不想来了。哎呀，镇主，武少主可是拼尽全力想要求得您原谅，您就给他个机会吧啊，看看。他人呢？前些日子天天往人跟前凑，不想看都不行。接连消失好几天，把人叫过来又在这晾着，我不等。哎，开始了，来了。原来武少主是想给您表演变脸呀！变了吗？变了，表情变了，对吧？表情变了，表情真活泼。算了，我不看了，我去更衣了。郡主，变了，真的！你看，哎，上官姐，上官，对不起，上官，我学了好久，我本来想逗你开心的，结果我还是失败了。你看，不是，你既然来都来了，你就听我说几句话，好吧？就几句话。有话快说。我是想跟你道个歉，对不起啊，我不该提出那样的要求。其实那天我给你做那个辣味的乐团，我不单单是想让你开心，提出那个非分之想，我是想着中秋了嘛，你在新川度日如年，我不是不知道，我就怕你想家，所以我就特意做了那个口味，我就是想让你高兴一下。我之前说的话，你都记着呢。啊？什么话呀？哎，上官，我记着，我都记着呢。不是，你说太多了。你说什么这无辣不欢，人在枪在，练功时不许有人靠近。那鸡丁切太大不好炒，炒菜不许放糖。你叫上官静，不叫上官倩。还有喜欢看变脸，你哪一句嘛？你笑了，哎，你终于笑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，你终于笑了！好，哎呀，他笑了！哎呀，他笑了！哎呀，上官，其实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笑起来还挺好看的。老刘啊，老刘。诚如静儿所言，他有自己的责任，也有自己的决断。上官啊，我知道，你说跟我回去，无非就是为了帮李薇还有老刘解围，当然也是为了丹川嘛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甭管什么九川合盟，我知道你想要自由，想仗剑天涯，我支持你。放跑一个人，这我还是可以做到的。虽然说父亲吧有可能会惩罚我，但没事儿啊，我能挺。你要是真的想走，就走。没关系啊。我不是不重义气的人。我说了跟你回去，肯定会跟你回去的。真的？啊，行，好，那我在这儿我先谢谢你了啊。二位少主，此番来我丹川的任务圆满结束了。今日姑特地设了饯行宴，为各位送行。多谢川主。在下近几日走访丹川，查看水文，总结了防洪8策，
希望对丹川有所帮助。以本地渔民为观测主力，以民访训，确系妙方。志红不若防红，丹川若有所需，新川义不容辞。姑果然没有看错六少主啊！开宴吧。缺这个。五少主啊，虽然舍妹愿与你回新川，但姑仍希望五少主不要忘了自己立下的字据。与舍妹合婚期间胆敢纳妾，姑一定让你断子绝孙，此后不能人道。丹川主，您放心吧，这五少主要是对静静不好，就让他回丹川来当赘婿。那就要看五少主的表现了。好好表现，一定好好表现。各位一路平安。给点劲，关键就抬劲，使劲，抬劲，对，抬，摇，对，这边顺着这边，来跳，对，来，往下睡，往睡点，再睡一点，走，1、2，走，松子好，小心！哎呦，有劳各位，你们都先回吧，少主今晚我照顾。松子晚有凑份呢，这点小事就不劳烦您了吧？啊，对，也对，扶我一把，走。松子。哎，上官，这明儿咱就回去了，不行，今天晚上咱俩就将就一下呗。你睡桌子。哎呀，不是上官，我睡地上行不行啊？桌子小啊，翻身容易掉啊，不好翻身。上官。怎么起来了？快躺下。一杯酒哎，就一杯，醉成这个样子，还非得逞能，完全喝不了酒，还硬着头皮喝。你是不是讨厌我？没有啊。奉酒成婚，完全没有感情，根本就不喜欢我。这都是你自己跟丹川主说。哦，这不是一开始吗？我们一开始确实是被迫成婚的呀。那现在呢？你自己说的，让我这几日安分一些，等你开府，就把我送回家。你就是我东家，我就是你伙计，哪有伙计喜欢东家的呀？你还是讨厌我？我从来都不讨厌你。不讨厌的话，可否有那么一点点喜欢？我不太清楚。
走。怎么样？休息的如何？你昨晚喝多了。不记得了？记得呀。记得。是我这人确实酒量不行，但酒品还可以。昨天晚上五哥和苏珊把我抬回来之后，就睡着了。没了？没了呀，还能有什么？哎，好了，我要洗漱了，你出去。你洗你的，不妨碍。你妨碍到我了，跟我出去。哎，不是怎么了？干什么呀？到底亲没亲我呀？难道真是我在做梦？他肯定亲了。我觉得是你在做梦。怎么可能是做梦？细节我都记得一清二楚的，不可能是做梦。你也喝酒了吧？你怎么肯定？他就是亲了。他肯定没亲。他亲了。他没有。就是亲了。肯定没有。就是亲了。不可能亲。啊！他明明就是亲我了，他说我没证据呀。静静，问你个事情啊。算了，不问了。你问。我有个妹妹，她有一个很尊重的东家，但是她最近发现那个东家看她的眼神有一点五迷三道的。最重要的是她梦到那个东家对她不轨。啊，你梦到尹正对你不轨啊？我妹妹不是我。行，那你妹妹如果只是做梦的话，也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但好像又不是梦。尹正真的对你不轨啊？不是我，是我妹妹。我们先忘记妹妹。不能忘记妹妹。好，那我问啊，你妹妹是不是不愿意？如果你妹妹不愿意，那个人还强行不轨，那我就替你好教训教训你。放下放下，别激动嘛。最可怕的是，她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愿意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请你妹妹好好想清楚，她对这个东家是什么感情呢？回新川之后，我要怎么面对他呀？金川为九川之尊，顾全九川事体，所费颇巨，故向天下财帛汇聚地金川举债。前都了结丹川水害一事，虽为天下计，却至新川库银暂空，又恰逢金川催还借款，新川陷于两难。诸爱卿有何见解啊？金川如今要我川归还欠款，那便是有意为难。我们绝不能屈服，他们如此步步紧逼，哼，那就打！司军大人好大的口气！主上辛苦维系的太平盛世，竟被你一句话就泯灭。哦，四少主的意思是要归还欠款吗？布政司已经把钱给了丹川修路，总不能要回来吧？金川明知道丹川出事，他们自私自利，
不施以援手也就罢了，在这个节骨眼还逼我川还款，哼，如此恶意为之，难道不应该还以颜色吗？司军大人慎言，我川答应金川的还款日确实要到了，就算金川有恶意，但传出去也最多是不顾情面，我川何来理由发兵啊？没错，我川治理天下以礼义服众，绝非仗势欺人。对，哪个川有难，新川必然相帮，库银周转，义不容辞。可金川那贪婪的主啊，把老金库看得死紧，又从不帮扶他川，受新川恩惠的时候，倒是会抢第一。如此尚不整治，哼！诸位，我倒想听听各位有什么高见，难道还有哪个司有本事把钱划回来不成？我川一向重信，既然已经答应了金川，哪怕只是归还一部分，也应该尽力。李张主，主上，依儿臣愚见，要短期内筹措银钱，为急征赋税意图，但又恐累及百姓，儿臣不敢决断，还请主上给予10日，儿臣定然想出法子，为主上分忧。准了。退朝。退朝。恭送主上。要在短期内应付金川，又不能向百姓伸手，这办法可不好想啊。老三，啊，你与金川主有亲，又素来在外行商，可有什么法子呀？我那点产业还不够人金川4牙缝呢。再说这什么亲戚都出府了，人家金川主记不记得还不一定呢。那个我夫人在家等我，我先行一步啊。二哥，死弟。这可墙头草。若此次金川不是来与我们为难，是来结交的，他恐怕早就冲出去跟人家攀亲戚了。他呀，是觉得这个事情棘手，不想沾边罢了。二哥，我收到消息，老六已经解决了丹川的事儿，咱们得尽快想出对策，否则我怕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一个庶出的还没有受到重用的野小子，也配做我的对手？他当然不配。可是他近来一直在父亲面前刻意表现自己，不知安的什么心，这，咱总得提防他冒头啊。到喽！哎呀，哎，好客气啊！来，上官，小心点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。哎呀，老六啊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！意思意思吧。哎，上官，等等我呀！滚！六少主，戴先生有请。先生匆忙寻我，可有急事？金川主催缴借贷，然而税银都拨给了丹川正红，眼下库房空虚，暂时无力偿还。可若不偿还金川债务，恐有损我川信誉。主上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我猜度，主上是不想给名声加负啊。百姓不易，自然不能再盘算他们的家了。我记得先生曾经说过，
先主时期曾有一笔坏账，这外援来到都城，包括地方宴请，都是从副正司拿钱，却从未还过。但那都是一些陈年烂账，几朝下来也无人成功的索回欠银啊。你是想试试？但此事必须要呈报给主上。要想呈报，就得想好万全的法子。先生放心。把兵器放在我房间。哎，不是上官，听我说，哎，你慢一点，等一下，我想了想啊，我觉得你房间都放满了，不行啊，你这些东西你放我书房吧。你愿意把书房让给我？你看你说的，我当然愿意了，我的就是你的。再说了，这房间我平时我也不用，你就放里呗。放书房。哎，对，来，这边。怎么样？这就是我设计的，像不像是孔雀开屏？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，除了要好看，它一定要实用。你说你以后再想拿兵器，你不用在箱子里找来找去，你在这儿一目了然呐。回来就不大正常。侧夫人，时辰差不多了，我们去用午膳吧。吃饭啊？我不能跟他在一张桌上吃饭，我不吃了。那怎么行呢？少主第一天回宫就去忙了，好不容易趁着午膳时间，您可以跟他碰面，您得去。突然肚子疼，去不了了，去不了。肚子疼，您得去。您快起来吧！我真的不想去，我真的是不想去，我不去。侧夫人，少主请您过去一趟。下个月宫里回升是非，得小心一些。如果有请托的人找到你，最好不要见，礼更不能收。少主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个呀？不然呢？少主是为了处理护政司的事儿，怕有小人钻空子，所以想防患于未然。下个月要问不少人要债呢。从丹川回来，你好像一直躲着我。熊吗？李薇啊，我若是做了什么让你不痛快的，请直接告诉我。没有。少主想多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
给六少主、六侧夫人请安。何夫人打发小人来瞧瞧，宋姑娘可是身体有恙，为何多日未去静和殿问安？呀！青丝终成华发。甄哥哥离开我的时候还是夏天，现如今都已是秋天了。久闻钱，我的。这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呀！宋姑娘，宋姑娘，少主回来了，命我把您放出来。1个月了，甄哥哥终于想起我了。他心里总归还是记挂我的。我要去见他。哎，稳住些！现在侧夫人正在被少主用膳，你去了多尴尬呀！老苏，你就去了一趟丹川，你就被那个女人收买了？也不是，就是我觉得侧夫人人真挺好的。你们太欺负人了！少主累了。你来。你这个字写的比我倒要好些。妾本身就是少主的人，偶得少主半分神韵，也是妾侥幸得知，少主的书道连主上都赞不绝口，只要放松，就会写得极好的。少主忧思，是因为金川的事吗？你一个女人家，竟也知道外头的事儿。妾只是听旁人说起，怕少主忧思，这才想给少主解忧。也没有怪你，也只是警醒你。以前方如就喜欢插手外头的事儿，锋芒太露，不知进退，全部匹配嫡长主夫人之位。妾知道了。妾以后所思所想所说，都会在少主准许的范围之内的。其实让你知道也没什么，我已经有主意了。你知道金川最缺什么吗？金川和新川一样，都没有炭矿，只能依附于代川。方如的父亲是代川最有名的矿主，只要他答允输送石炭给金川，就能抵了新川的牵挂。少主是想用夫人母家的财产吗？夫人和赵家是不会同意的。他连人都是我的，他母家那点东西算得了什么？只要他们赵家继续想和我们新川做炭矿的生意，就不会多说什么。这多是心里不舒服，
我就让老四去游说，他惯会做安抚人情的。少主英明，明日早朝，少主应尽早向主上禀报此事。主上若知晓少主为此事彻夜难眠，一定会十分高兴的。是了，只要我务正静心，父亲就不会听那些庶子说什么高见了。你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。我没事儿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和东家相处。你又得罪六少主了？不是，是六少主对他图谋不轨。啊？不行不行，既然他都忘了，我也要忘了才行。主上，归还金川欠款一事，儿臣已有对策。金川矿产匮乏，儿臣夫人的母家占据代川半数矿山，此钱也只与我川互市，儿臣可以做主，让他们为金川提供石炭，以此商谈暂缓归还欠银。新川与金川之间的事，还是不要牵扯代川了吧。新川是代川最大的买主，却能以势压人。但本川从未做过这样的事，不然就妄称九川之主了。主上，儿臣以为……好了，嫡长主彻夜忧思，很不容易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欠银的事，大家就都回去好好想想。退朝。退朝。恭送主上。二哥。主上，少主们还未下弦呢。主上心烦的时候，便爱与何夫人说说话。眼下要不要？罢了。今日戴迪讲的是什么课呀？小人不知，主上可要进去看看。他授业解惑，一向结合当下，去看看吧。请落辇。石少主关于欠银的这则文章，下官上次已经说过，有些欠妥。如今可有什么新的想法？我没啥想法，要你们9个啊？我更没有，不如问问七哥。六少主可有什么想法呀？哎，戴先生，他们都问了，怎么不问我呢？行啊，那我们来听听五少主的想法啊。关于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我应该是没什么想法。哎呀，六少主，你说。学生捉奸
新川法度有债必偿，若实在无力偿还，可分批次付还。但无论他川态度如何，我川都不应在债务上拒还。外债无法及时收回，或可在内债中筹谋。这终究要是以九川为先，以和为贵方式，大川风范。好啊，想法不错，尚需完善。主上，六少主的想法和主上如出一辙呀。课后让老六单独来见顾。是。若按你所说，将护政司多年的烂账给清了，能还上几成欠款？3成有余。但是从护政司支款者，都是些老江湖。是。毕竟你还年轻，对付不了他们。此事，应请教你嫡长兄。谢父亲警醒，儿臣不会自以为是，定会请有经验的兄长从旁协助。好。此事若成啊，便由你去京川归还欠款，说服京川主接受头款，再分批归还。不过此事不宜打草惊蛇，勿让其他川的人知道个中曲折。明白。儿臣还有个建议。这除了讨回外债，我认为宫内也需节制用度，以身作则，以少主宏愿为先。传姑的旨意，新川宫上下皆做表率，从明日起，都不得增添用度。对了，尤其要跟老三言明，素日最铺张浪费的就是他。是。父亲下令节省开支，尤其对我委以重任，嘱咐我千万不要铺张浪费。我虽然在宫外有很多钱，可我却要坚决杜绝奢靡之风，绝对不能输给其他兄弟。冠冕堂皇，明明是新川主不允许他把外头的钱带进来，死要面子活受罪呀！你们身为我的内院夫人，一定要严守规章，认真履行侍奉我的职责。让我放心，就是让新川宽心，让天下安心。我怎么感觉他要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了？从此刻开始，你们的月钱没了。我的母亲是金川人，我也就是半个金川人，所以我更应该拿出金川人永争上游的气势。其他兄弟省1文钱，我就要省10文。从今日起，我要将每个月的月钱都交给内务厅，我们以后每月只花50两银子。怎么还没劈死他？画好了吗？翠回来迟了，今天下学之后耽搁了一会儿。回来晚了就别吃了。今日主上将归还金川欠款的任务交给了老六。是谁跟我说，主上定会满意我的法子？妾不敢妄议朝政，是少主说，夫人的母家可以帮着把金川。还敢顶嘴了是不是？妾不敢。我说过，在这个府上，所有人都要以我为主。主子说的对是对，错也是对。你们要想在这府上还有一席之地，就都给我记清楚了。此事和我母家有何关系啊？也没什么，本来就是想用你母家的矿，平了
欠金川的欠款。后来主上不想让代川卷入其中，也就算了。可是，少主，这么大的事儿，难道你不觉得需要和我分说明白吗？这有什么可说的？这事情又没成，跟你说什么？你呀，管好府上的事吧。主上有令，要削减开支。郝家，你今晚就不必用膳了。饿上一饿，你就知道是谁给你饭吃，也会更恭顺些。倒酒。今日起，内院书堂也要削减开支，研习插花便合用一份。先将自己心中花的样子画下来吧。我好饿呀！我也饿了。你没吃早饭吗？我也没有吃。怎么了？你家伙食也不行了？还不都是削减开支闹的？现在各家小院都是自己开灶。赵芳如是代川人，喜欢吃的东西又臭又辣的。我那个房间里一大早上起来，又是臭豆腐又是螺蛳粉，那味儿就跟茅房似的。螺蛳粉、臭豆腐，我没吃过哎。你想吃？你想吃的话，那我去给你弄来。谢谢郝家姐姐。从赵芳如那儿偷的，赶紧吃吧。郝家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果然臭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啊。多吃点儿。谢谢。怎么会有人喜欢吃这么臭的东西？上次你跟我说，除了螺蛳粉以外，还有什么东西好吃来着？臭豆腐。哦，臭豆腐，那我也想吃，下次给你带。夫人，你闻，味道就是从这个方向飘过来的。快点吃，别烫着。小蹄子，竟然敢偷我的东西！走。伙食不错吧？还行。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郝江，你胆子不小啊，竟然敢觊觎我的东西！夫人，对不起。二少夫人，是我贪吃，我让郝家去偷的，我逼他的，不关他的事儿。哦，不，确实是我偷拿的，您不要怪罪李薇，要罚就罚我吧。哼，少跟我在这儿演姐妹情深了，我不吃这套。怎么？你竟然还敢在我面前站着，还不赶紧给我吃完了？一不留神就……你当真爱吃？爱吃。听闻夫人是代川的，家中有许多代川的特色，又听说这螺蛳粉闻着臭，这可香了，我心生歹念，就……对不起，夫人。鲜少有人会欣赏这等佳品。就你，也配吃我爱吃的东西？行吧，我看这次姑且就饶了你们。先起来吧。不过如果下次再犯的话，可就家规处置了。
走吧。鸡腿儿，如假包换，还有更惊喜的，你看。上官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吃啊，吃完你就正常练武，再也不用闭谷挨饿了。这有我呢啊！这从哪儿来的？这都不重要，就当点东西。你尝这个鸡腿，这鸡腿特别香，你尝一口。干嘛去？干嘛去？你尝尝鸡腿，我都没舍得吃。你先吃一口，你尝尝，可好吃了，香。鸡腿凉了。哎呀，哎，对吧？你怎么把你的文房四宝、书卷、字画全都给当了？就算月银钱少了，那也不至于吃不起饭啊！不是，你这些东西平时我也不怎么用啊，你放着都落灰了，拿着换点钱嘛，不然你吃啥呢？对不对？尝尝可好吃了，老香了，你尝一下。啊！哎，干嘛去？哎呀，凉了，你这，我宝贝呢？宝贝？哎呀呀！你把我宝贝也给我当了！我这不是怕你饿着吗？算了，这样我回头想个办法，我给他赎回来，我赎回来好不好？别啊！赎你个头！侧夫人竟还有这样厉害的医院？是啊，种菜真是刻在继承人骨子里的吧？雨薇，你的狗跑到我院子里偷吃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管好它。一句对不起就没了。那你想要怎么样嘛？你的伙食费，分我一半。一半儿？那不行，我都没多少，我还得养它呢。要不这菜种出来，我分你一半。你这菜都是菜苗，等到能吃，金川的钱都还上了吧？这你就不懂了。这芽苗菜长出只需要7日，破茎长出也就几日，还有那个小白菜长出也就念日，多施肥它会长得更快。7成，成交。侧夫人，你怎生这般让着他呀？哎呀，我哄他的，这少吵一架是一架嘛。况且她一个城里的小姑娘，哪知道这菜地里能种出多少来？我给她3成还是7成，她都不知道。哦，我聪明吗？哈。大夫，郑哥哥，我跟你说，少主，我弄了个菜地，这可是违背宫里规制的呀。这菜地若是被发现，我们全都得跟着遭殃。你都拿我东西了，怎么还打小报告呢？我可没有跟你同流合污啊！此事是我准许的，若内务厅觉得不合适，让他们来找我吧。张哥哥，你怎么这么纵他？这也并非坏事，还可以改善生活呢。尹正，你偏心！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们2个人就是合起伙来欺负人。你们去丹川的时候吃香喝辣、游山玩水，把我一个人关在小黑屋里面关禁闭。宋母，别跟着我，不然我再也不回来了。小孩子耍脾气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那我一会儿再过去看看他吧。你不躲着我了？我忘了。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不生我气就好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没有。
少主还在为要账的事情发愁。是啊，这要债可是个得罪人的事儿。我们家以前问别人借过钱，也借钱给别人过。有些人呢，就是脸皮厚，不肯还钱。特别是那些陈年旧账，要起来就更加困难了。除非你比别人更无耻、更狠心、更懂水墨功夫，这才有可能要到。你的意思是，对方赖账，你就要比他更无赖？面子厚不读书，兴起事来便像是讨债的，这倒也有人选。三少主，但请动他可不一样，得把他逼到头才行。可否请你帮我个忙？我来，吃饭吧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给你们个惊喜呀！哪来这么多好吃的？我们去少主宫院厨房里要的吃的。姐妹们，你们受苦了。等一下，什么厨房？最近节省开支，宫里给定的分例都是有数的呀。你们这样的话，这把这个月的余粮都拿光了呀。拿光就拿光呗，姐妹们难得进宫，不得多吃点啊？就是啊，姐妹们吃得开心才是正经事儿。为了我们的团聚，我再让厨房烤一只羊给大家壮壮血。不只是羊啊，我们把能烤的都给它烤了。那我们再看五虎球。少主，这怕是把厨房的肉都给搬空了呀！你把月银上交了，宫外的钱又带不进来，这样下去，怕是连3天都熬不过了。哎，少主，哎，你挺住，这样下去不行。当务之急是把金川前人事给解决了。对，一定要解决。对。哎，少主，哎，少主，挺住，挺住。三少主，请用茶。这金川窃言一事啊，实在与新川关系重大，刻不容缓啊！我这回来找六弟呢，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法子。若你我2人联手，定能一击之手，为新川分忧。三哥耳聪目明，想必也知道我报知父亲的计划了。计划？这是各部官员欠户政司的债务，以及他们的身家境况、特质系列，都在部中。要债？没错。这个我擅长。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三哥请，六弟请。哎，开门！这都知道你们杨家有钱，所欠银两也不多，不如咱们就把钱还了。你也不打听打听，小爷我是谁？就连你们嫡长主见了我，都得礼让3分。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再说了，祖父当年欠下的旧账，凭什么我来还？啊，对了，祖父呢，前年他过身了，你找他要去。钱呢？我是1文钱都不还，你打我呀！
多谢杨老板，祝你得偿所愿，生意兴隆啊！三少主，我们家老爷只是做了点小生意，根本就还不上当年江湖正死的钱啊！你要是烦我缠你，你就高抬贵手吧。姐，走着。三少主，别，三少主，我还钱还不行吗？不用，这就够。哎，三少主，打死我也还钱。这么大岁数，有钱养小姑娘，还能没钱还，身子可不错呀。这是你父亲的欠条，应该在13年又6个月零7天前就还上，足足35200银。没有了。刚才好像拿错了，这张是你应该在13年。又没有了。你既然这么喜欢吃，那我这还有。慢用。不是，六少主，您这是妥妥的伪造，还伪造了这么多，这可不是我父亲的手迹啊！那不成，只能上公堂了，看看他们是信你，还是信我。少主，这钱他是我父亲欠的，跟我没关系呀。你看这不年不节的，你行这么大礼，你得给孩子，别跟我客气。你父亲借钱可是为了你娶亲之产，而且你店内流水我已经看过了，每个月足足有5万两白银，区区35000两，为何还不上？行了，别想，你家3代账目我都已经看清楚了，不然也不会登你的门堂。大富大贵。老六啊，从前我确实不太喜欢你，现在看来你还有点本事。我与三哥彼此彼此。吃点东西再看吧。啊，多谢。少主这次好像真的很用心哎。若能解决此事，立下功劳，明年开春我便可以开府成朝了。真的？那我岂不是到时候就能回去了？来，哎，讨债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多亏你让节气姑娘进宫闹了一番，要不然很难请到三哥。但三少主是舍不得克扣他们的，不然他们早走了。可惜在新川女子难以谋生，如果他们离开三少主，也只能再加一轮了。要是在金川、丹川，女子能够自己谋生，也不必依附于其他人。若你回去也想寻些事情来做，之前不是说要再找心爱之人吗？六少主，别看我现在这样，我会的事情可多了，家里的田产也会帮着管。说不定日后盘个铺子做起生意了呢。再说，这心爱之人也只是说说而已，在济川是一夫一妻制的，我在这儿连个正室都没混到，回去之后，好的人家肯定是要讨论的。在济川为人侧室，还要被人诟病。在我们那儿，不论男女，但凡有点气性，都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爱人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新川有新川的规矩，没关系的。我和我的家人
都不在意别人说什么。你回去以后若有难处，只管写信给我。只要你肯开口，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做到。啊，我自己会处理好的，多谢少主。我吃饱了，少主，您多吃点。你何时在的？小人一直都在啊。小人斗胆问一句，少主是不是不想侧夫人离开？我问你啊，新川可有心力将侧夫人扶正的？少主英明，这正是留下侧夫人的一个好办法呀。我是希望她能以正式的身份与我和离。啊？少主啊，您自小就没得到过些什么？便是一个心爱的人，也不为自己争取一下吗？若她心里有我，我定会尽力一试。但现在，我也不想勉强她。如果能以正式的身份与我和离的话，至少回到济川，她能好活一些。先主时，13少主曾改立过侧夫人。内务厅有载，他先让侧夫人在内院书堂考得头筹，得到资格，开府时便以需要女主人掌事为由，改立侧夫人为夫人的。所以只要我能开府，她又能拿得头筹的话，这事就有眉目。嗯。哎呀，少主啊，您若是将您的心意讲给侧夫人听，一定会打动她的呀。我听了您刚才那番话，都想嫁给您了，何况是旁的女子呢？坐。你这是？为了我能顺利开府上朝，下一次内院书堂考试，请你考第一。可是臣妾做不到啊！你是认真的？是的。就没有商量的余地？没有。那为了你早日开府上朝，我试试。这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功课，开始吧。天下花道，高低错。甄哥哥，要不再喝点粥？上三下九，秦下周。你们干嘛呢？文书。这话。
花插的，谁家插花放葱啊？这蔬菜也算是跟花草同类，也有几分野趣。真哥哥，这也太野了，这你都夸他？如果插葱也算插花的话，那你怎么不干脆把什么茄子、韭菜、辣椒全都插进去啊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这许多蔬菜都是开花的，谢谢宋先生。喝八本吗？怎么了，薇薇？没食欲啊？快入冬节课了，陆少主让我拿个第一回去，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？第一？这六少主平时不是挺实际的人吗？怎么突然拔苗助长？东家都开口说话了，这苗我是拔也得拔，不拔也得拔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帮了他，可以早些离开。你要离开啊？去哪儿？离开这个书院呢，我就想拿了第一，可以不用天天来学堂了。哦，要不我们一起给你补习一下各门功课吧？哎，这恐怕是来不及了。眼下我倒是有一个法子，要不然我们大家都交白卷弃考，这样不就好了？嗯，好方法，好方法。不行啊，这样交白卷你们怎么办啊？哎，我们巴不得考倒数第一呢，好让内务府记老三一个教内不严。就是，我们凭什么给那个死老三长脸？我倒数第一，你就倒数第二吧。我才倒数第一，好吧？哎，别急，论实力我才是倒数第一，都别跟我抢，没人跟你抢，让给你。也有可能是我卷子都写不完。嗯，确实。嗯，我粉色的，你要粉色的，你看这个吧。这个真好吃。看甜点做越来好。3下5去2，4下5去1。5上5进1，这个5上5进1，5进1，6，这算术课也太难了。刚学看账本，这算盘怎么用都用不会。你们老家不用珠算吗？老家那些账心算就行了，这个5上5进1，上1。来，你打一个，我看看。6上1，是这个吗？6上1去5进1。7上2。你真厉害，什么都会。就是个算盘，没什么。才不是呢，你在我心中最厉害。那少主既然这么聪明，这剩下的题目也帮我看看吧。行，我看看。休想拿好话诓我。少主变了，从前他很稳重，你不懂，男人就是善变。以前我不懂，现在明白了，爱情会让一个人有变化。你俩挺懂啊。你我心若相知，又何须再多笔触？万千思绪不知归途，情深无觅处，心意无旁骛。唯愿二人一心三餐，四季共度。
哎呀，先主时期的遗债，你们兄弟俩倒是解决得很是不错。儿臣幸不辱命。此次追回的债务比预期的还要多，足以归还金川40%欠款。既如此，你二人同去一趟金川，说服金川主接受分批还款。父亲准我出宫了。老三啊，这可是差事，不是外出野游。儿子明白。这1000贯呢，故会先派侍卫送往金川，让九川明白，我新川已归还欠款，绝不食言。你二人便轻装简行，押后再走，不得引人注目。是。侧夫人真是厉害，说是只需几日就能长成，还真就收获了这么多。是啊，这下咱吃饭的问题一下就解决一大半了。好了好了，哎，这个给好娇姐姐拿去，这个就给上官，这个给思思，这个给海棠姐他们吧，这个给宋宇。你们之前说好了给他7成，记得告诉他，说收成不好就请他海涵了。哎，走。这小薇可真是个人才啊！那种的菜比内务厅发的还好吃。要不然说呢，关键时刻还是得姐妹靠谱。那个死老三就知道顾着自己的面子，根本就不管我们死活。就是啊，可真饱啊！三少主回来了。哎，你们怎么都不吃啊？我们不饿，你吃。不要这样，这样我会心疼的。没关系，少主您吃吧，不用管我们。看着饿的都打嗝了，你们真的是受苦了。原来我还想过，你们是不是为了钱才跟着我？没想到如今这般落幕，你们不仅不离不弃，还把这菜都给我吃。霜降，苦日子快到头了，我们马上就能回家了。这次追讨欠款，我立下汗马功劳，父亲已经准我出宫回府了。过几日我要去趟金川，大家就在家等我，待我回来，我们一家人就又能团聚了。所以，三少主是要走了吗？对，不要太想我，我会尽快回来的。我这还没走呢，就这么想我。来，吃饭，吃饭。海棠，来，吃。你菜园子种出的破菌，按照你说的法子做的。真香。一别之后，哎，你还我！两地，这什么字啊？你还我！这字写的连形都没有，还不如小11写的。这种结构写的不好，要加练。本来课业就不少，你还给我加练，我知道我字丑，行吧？也不是丑，是还挺可爱的，至少比五哥写的好。那要是想比五少主写的还丑，也是不容易的。
之前说你是只猫，现在真成花猫。啊！我给你擦掉，不是故意的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干什么？你就是故意的！我可是6少主，你不能这样。就是故意的！我不是故意。你过来。